我不明白。被害人朱红被王博和雷小坤从落差30多米的山崖推下去，这案子有目击、有物证、有供述，铁证如山。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还要接这个案子。被害人朱红的尸体没有找到，不对吧？是不是因为被害人朱红的老婆是严秋？我知道你和他当初……不管当初怎样，现在这个案子就是缺少被害人尸体。难道说？ 是因为朱红的老丈人严培旭和邝北平是兵团战友，所以你想借这次机会？办案就是办案，这跟你我和邝北平的恩怨不是一回事儿。那你坚持要给王博、雷小坤辩护，总不能只是因为朱红这一条人命吧？人命，我说了，朱红不一定是遇害了，他只是落水了。 被申请人作为基金管理人，认为对所管理的债券基金加杠杆的决定，是取得了申请人，也就是基金托管人的指示和许可。这案子为什么不让乔律师来？咱们这边没什么证据，赢的希望很渺茫。难怪这么大的案子派给我，原来是为了保住乔律的不败金身啊！ 所要想继续发展，有些表面功夫还是有必要做的。对，我们就是要精心打造出乔律的不败金身，多方运作成金港10家律所。还有洪律师这样的核心业务骨干。我是核心业务骨干，那乔律算什么？是打手。曹总。 我的客户说你的手下还有几个在他们门口晃悠的，几个意思啊？谁的人在那边？不是说过不许再往姓刘的拆迁户他们家门口派人了吗？都他妈给我滚过来！知道吗？这么点小事儿，您打个电话不就得了，还亲自跑一趟？哎，小吕，别让我开庭。 曹海的辩护人，你在辩护意见里说，作为这起抢劫案中被害人与被告人双方唯一的成年人，曹海却不应当承担任何刑事责任。我是说，他在这起共同实施的抢劫犯罪行为中不具备任何地位，他既不是主犯，也不是从犯，更不是胁从犯。在案发当日，4名被告人在曹海家楼下对2名被害人实施抢劫，其中。 有1名被告人认识曹海，也知道曹海家就在楼上。他喊了2声，曹海听到之后下楼。他跟这1名被告人在一旁抽了根烟，聊了会儿天就离开了。本案4名未成年的被告人均指认曹海未参与实施抢劫。曹海的辩护人，那按你的说法，出现在抢劫案发现场的曹海是什么性质？他。 就是路过。注意法庭秩序。谢谢。得罪哈，我这完全是属于胡搅蛮缠。都是工作，能理解。毕竟。 被告人的家属在场，乔律，牛啊！没错，我儿子就是路过。你说法院是不是应该当庭放了他？你的手下去威胁我客户的时候，为什么每次都带3、4个人啊？你也知道人多唬人是吧？曹海已经快20岁了，身高1.8米，在2名被抢劫的孩子眼中，他戳在那儿就是站脚助威的成年人，还当庭释放，缓刑你都别做梦。哎，等等，您刚刚不是说他就是个路过吗？ 我是在努力争取，让曹海不要在一起全是未成年人实施的抢劫案中，作为唯一的成年人被判的最重，仅此而已。还有你要清楚啊，曹海是个成年人，抢劫是暴力犯罪，是重罪。我要是能为他争取到1年的实刑，你就烧高香去吧你。我先走了，赶时间。
别让你的手下再去骚扰我的客户，有时间在家多管管儿子，还笑得出来。给我方造成巨额的损失，本质上是被申请人由于过度追求收益而不顾操作权限，向撒旦下注而导致的结果。咱们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根据我方与被制申请人签署的基金托管合同，该损失应由申请人详仓公司。人家律师可不怂，眼看没辙了啊！我方申请之前乔律不是看过这案子吗？你要不要问问他？这时候相信你师傅的好了。违规的增加概念操作。老绿啊，现在办个案子都这么拼的吗？碰瓷儿算敲诈勒索，你知道吧？你带领那个女孩根本就没有说实话，我当事人根本就没有性骚扰她，你们后续拿不到任何的证据，这案子你们赢不了。不重要，就像我之前说的，你们同意和解，我们就撤诉。哎，这案子你们铁定会输，我当事人凭什么跟你们和解？你这么有信心会赢，你找我谈什么呀？申请人认为你们超权限操作，这部分你们有什么解释？这个，只要诉讼持续下去，你的当事人就会不断地出现在舆论热点上。他过去的成就、现在的职称以及未来的前途全都玩完了，几年之内绝翻不了身。被申请人这一方的操作并没有越权，而是得到了客户及申请人，也就是基金托管人的临时指示的。等到诉讼结束之后，再过个3、5年，也许公众会逐渐遗忘这件事。你的当事人可以小心翼翼地在学术界探头，但是已经晚了。他的黄金上升期已经结束了，想要的位置呢被同龄人占了，那些奋起直追的后辈会挤压他在圈内最后剩下的一点生存空间。在合同上清楚地注明了客户是2个人，梁中先生和他的夫人李静女士。基金管理人的杠杆行为是李静女士把指示通过托管人传达过来的，这部分仲裁庭可以调取他们的联系记录。你们现在赔钱和解，尽快的让事件平息，是唯一的选择。被申请人在得到授权的情况下，也可以调取这部分记录，作为证据出示。你的当事人是个惯犯，在圈内被他骚扰和侵犯的女性不止1个。没错，我的当事人在事件描述上也许会有些偏差和夸张，但骚扰行为，哪怕仅仅是言语骚扰，那是一定发生过的。否则，我的当事人不可能选择第2天直接报警。咱们都是律师，凡事得讲证据。没错，咱们都是律师。律师就有责任让当事人接受对他有利的处理方式和结果，更何况，总得有人让他付出代价。我当事人也许在行为上是有些不检点，但是在这件事情上，他多少有点冤。300万，一个子儿都不能少。马律师，让他赔了这个钱，以后至少他在想要去骚扰那些年轻弱势的女性的时候，他能想到这7位数。我不相信他会在道德上自省，但也许价格能让他放老实些。说。哎，少廷，可以呀。对方主动要求和解了。哎，你是怎么知道李静给过基金托管人加杠杆的指示的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跟基金托管人的经理有一腿。如果这件事情败露的话，对于他们整个家族来说，这都是个大丑闻。而且基金托管人这边也会失去他们最重要的客户。你是从哪儿打听到的？你先别问我这个。王博雷、小坤的案子，我让邹亮去查朱红他们家财务状况的事儿，你怎么会知道啊？啊，东子告诉我的。他担心
你对这个案子执念太重，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来。薛东，他又怎么知道的？你那个老同学不是在金港银行吗？金副所是金港银行常年的法律顾问。那薛东知道了，匡北平肯定就知道了。不能吧？东子虽然是金副所的，但跟咱们毕竟这么多年兄弟。他在金副所，就是匡北平的人。主任，您多虑了。张正这次去律协参选，无非就是想表个姿态，让大家觉得他们德智所有能力跟咱们一较高下。至于什么石家律所啊，或是韩松阁的儿子，在竞选过程当中根本起不到什么助力。6年前德智所主任换选，张正投了自己一票，当时我也以为他只是想表个姿态。结果就是现在，他作为德智所主任的身份，公开跟我上对台了。不过也许你说的对，毕竟你和张正、乔少廷是同一个宿舍出来的，可能你更了解他们。要我说，张正没那个魄力，不管是当初还是现在，真正敢对您亮刀子的，只有乔少廷。真正有资格上华山论剑的，可不是那种对谁都敢亮刀子的小儿科。所以，主任，德智所有个致命的弱点。你的意思是，只要摆平了乔少廷，就能摆平张正？我只是想说，张正和少廷恐怕不完全是一条心。你和他们也不是一条心吧？嗯。当然了，主任，在学校那会儿，这俩还忙着到处抄论文呢，我已经拿到双学位了。层次不同，玩不到一块儿去。来，这香精、色素加自来水的破玩意儿，咱都喝了多少年了？你怎么不喝呀？上回咱俩见面，我喝了半杯，闹了一宿肚子，已经过了肛肠铁胃的岁数了。那你还买？你还让我喝？照顾一下人家生意嘛。你照顾人家生意那么些年了，人家老板也没把闺女嫁给你啊。不过你可小心点啊，匡北平有可能要照顾你们的生意的。怎么讲？不怎么讲，就是看在老同学的情分上，给你提个醒。是因为我去律协参选的事儿？不好讲。也许冲你，也许冲少廷。哎，有没有什么建议啊？退选，管好你的狗。不是2选1。那我2个都不选。还有，少廷不是狗，是我兄弟。你要真拿他当兄弟，你自己去咬人啊！走了。主任，这些都是乔少廷正在经手的案子。你们自己看一看。同样是我带出来的，为什么只有乔少廷是石家律师，
哎呦，乔律师，百忙之中抽空过来呀？演出结束了，那我进去跟阿祖打个招呼。孩子睡午觉呢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这个刑庭的时间真的是赶不了，我这紧赶慢赶的，好不容易到这了，这儿没车位，然后我绕了一大半。我理解。离婚协议拟好了吗？这个事儿咱们能不能再谈谈？那婚姻又不是过家家，接了离，离了接的。婚姻不是过家家这种话呀，我转送给你。你一天到晚的也见不着人，我本来就是丧偶式育儿啊，离了有什么区别啊？哎，你这话说的什么叫丧偶式育儿啊？那我忙归忙，我不管多晚，你不管多晚回来，都会到阿祖的床边给他掖被子，然后把你买的那些零食、玩具放到他床头，对吗？对呀。但是咱儿子睡了，他感觉不到你啊。你让手下买的那些昂贵的东西啊，代替不了阿祖需要的父爱，那只能感动你自己，那是你需要的，我们需要陪伴。也许你说的对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可以。就像今天这样，我相信你一定是百忙之中抽空过来的，我真的相信。可是演出就是结束了，你就是做不到，对吧？咱们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就约定好了，如果过不下去，就分道扬镳，别勉强。我知道这些年你兼顾孩子和工作。兼顾孩子和工作这种事情，我从来就做不到。不是你凭什么就天然的觉得我能兼顾孩子和工作呢？或者你觉得我就应该兼顾啊？啊？你我的一天都是24个小时，轻重缓急的全在取舍，我做取舍了，你也做了。行了，这几年我看你每天风尘仆仆、一脸疲惫的回来，说实话，老乔，我真的挺心疼的。自从6年前你做了德智所的合伙人，你的事业就踏上了高速轨道，你停不下来了，而且你身不由己。你的心意我明白，你只是做不到而已嘛。以前的乔少廷也许可以，现在的乔律师做不到。赶紧接电话吧，离婚协议拟好了发我。哎，马律师，怎么了？小玉，方便说话吗？怎么着？你当事人妥协了？不需要谈了，我当事人已经解除了委托，他换律师了。换律师为什么？是因为你劝他？我还没来得及劝呢，他直接就把我给炒了。他换什么律师了？目前还不清楚，但是据我当事人自己说，他新换的这位律师肯定不会跟你们和解，一定会把官司打到底。今天又搞了什么？陶律，温馨下午茶，心情瞬间满格。心情不好都被你看出来了，谢谢。小绿，张正说，仲裁休庭后，你拉着对方律师一顿猛唠，对方同意和解了。对方同意和解没错，但恐怕不是因为我会聊天。想当初你还是实习律师的时候，跟着我去看守所会见，连问什么都不知道，现在已经能独当一面了。我说你这进步的速度能不能放慢一点啊？不然的话，这间办公室很快就不归我了。瞧你说的，要真想要独立办公室的时候，我会来找你商量如何涂抹韩律师意见。也是，反正韩律师不怎么来，干脆把他赶走。找我什么事儿？刘先生电话打到我这儿，说拆迁公司那个姓曹的带人。这姓曹的抽什么风啊？他倒霉儿子。他儿子的案子
曹总和咱们解除委托了。我今天刚给他开完庭啊。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清楚。曹总是派人直接来所里解除的委托，他们也说庭都开过了，所以代理费不用退。我知道了。贸易出口银行的案子明天要开庭，你帮我整理一下材料，准备好出庭来。小李，这案子让我去吧。我是说可以在委托律师一栏加上我的名字，反正口行的案子也就是走个过场。我是看你最近有些疲惫。你不是一直想做王博、李小坤的案子吗？那是个99%会输的案子，不是我想要，是主任想把那案子从你手上拿走。还是师徒亲啊，眼瞅着就把我给卖了。主任，我这话说的可不亏心啊。你不亏心，是我有点伤心。我先去整理材料。大忙人，一块儿吃个饭啊。从那会儿到现在，不就个调料吗？搞得比出庭还正式。人啊，总得有点执念。我的执念，也就是这碗调料而已。啥意思啊？你是说我的执念风险太高呢，还是代价太大呀？吃肉，吃肉。小婷，这块美元针对咱们所也不是1天2天了。王博、李小坤这案子背后肯定有他的干预，再加上我要在旅协跟他竞争这会长，他心里肯定膈应。你就别在这个节骨眼上火上浇油了。你就没想过，也许这是个机会？啥机会？让咱们所3天的机会？一个拉仇恨的好机会。这所本来就是咱们俩从他手上抢过来的，这仇恨早就拉满了。如果这一次我来出头，邝北平会不会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我一个人？你以为你是什么呀？大侠吗？你以为金港是你一个人的江湖？你可以仗剑冲出去，把所有不该惹的大佬全惹一个遍，然后甩下一句“祸不及合伙人”，我们就都安全啦。看来宏图说那话吧，确实不亏心。是你想让我把这案子交出去？不只是想。哎，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在宿舍里我们涮肉啊？调料不可口，宁可有肉不吃。那次我没让你失望，我答应过你能吃上这口，我说到做到。6年前我也没让你失望，我答应过你能坐上主任的位置，我说到做到。今天我也不会让你失望，这个案子我不会输。咱们的顾问单位金港银行说是
昨天晚上死了一位中管，好像是下班之后在办公场所之外的地方，因为吸毒过量。吸毒过量？金港银行的中管还吸毒过量？呵呵。死的那个人和乔少廷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怎么会认为这事儿跟乔少廷有关系啊？那要不然他一大早到我这儿来干什么？少廷，好久不见呢！你要来找我，提前跟我联系吗？赶紧走。王博、李小坤那案子，我不做了。我今天就把案子交出去。你在说什么呢？手上其他的案子，我也会转出去。我赶紧走。我可以退货。明明是冲着我来的，能不能不要再为难那些当事人？你做不做什么案子，或者说，你做不做合伙人，这都跟我毫不相干啊。但是，有些话是不能乱讲的。我可以离开德智所。大宝贝儿乔少廷雄赳赳气昂昂的来认怂了，那这是好事啊！好什么好？乔少廷脑子进水了，他这认怂吗？他这是在挑事儿。他就差手持逮捕证了，他在这儿开什么玩笑啊？啊！我没说过吗？惹怒了老头子，咱们谁都没好果子吃，对吗？周亮，昨晚上你做什么去了？我问你的。你是乔少廷？是我。邹亮你认识吧？我知道，昨天晚上我先打了120，然后报了警。派出所的同志给我做过笔录。笔录我们看过了，现在有些情况需要你进一步配合调查，请跟我们回队里一趟。你们刑侦呢？我可以配合你们，但是现在不行，我得去开庭。你们留个联系方式，等到我完事儿之后，我会过去找你们。看什么？没什么可看的，赶紧工作。我都说了，你们是怀疑是我杀的邹亮？带走。不错，我们誓约了昨天晚上见面，他给我发的信息。他的手机肯定你们都查过了，应该都看到了吧？你们俩是老同学？对，从小学到高中都在一起。那你们关系怎么样？挺好的。真的挺好的？来，看看这个。干嘛你？开那么快干什么？差点撞到我！妈，怎么了？
说多少遍了，事儿办完之前别给我打电话。你火气这么大干嘛呀？怎么说我们也是发小是吧？再说，是我在帮你办。是你有脸跟我说你帮我啊？我要的东西呢？2礼拜了。快了，就这几天，到时候再给你个惊喜。那你现在叫我过来干嘛呀？我给你。天天闲的没事吗？我跟你在这玩。你们为什么发生争执？他管我借钱。什么钱？0920，提讯。向有传，去古泽。王博雷小坤那个案子我们看了，你是嫌疑人的辩护律师，你为什么要让邹亮帮你调查被害人家属的银行单据？我是觉得，或者说，你为什么要让他帮你伪造被害人家属的银行单据？你们2个准备见面的那天晚上，这些单据都在邹亮的车上，我们查过了，全部都是伪造的。我想问你再借点钱，但不白借啊！我说了会给你惊喜。邹亮，你干什么了？我不刚给你20万吗？我钱都用完了。不是我还债了？是不是又？没有，真没有。没救了你。陈小天，我知道你从小就看不起我，但毕竟我们认识了20多年了，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吗？我当律师那么多年了，有3种人不可信：嗑药的、耍钱的、好色的。你现在是废人3项冠军，我信你？我傻呀？是我给邹亮钱，让他伪造银行单据，甚至想方设法去篡改银行网络内部的数据。可是他都替我把事儿办完了，我为什么还要杀他呢？我没有从小就看不起你。那个时候我看到严秋望着我的眼神，我甚至会很嫉妒。你等等，我真就是因为那天下午在停车场，我推了他这么一把。那如果这么说的话，我们俩从小到大最起码想要互杀对方800回了。乔律师，我们对你进行羁押调查，不是靠推测，我们是有证据的。证据？什么证据？监控视频拍到我到邹亮车里把他给杀了。这倒没有，他停车的地方正好是监控的盲区，但是在他车里到处都有你的指纹，包括他注射毒品的针管上，这你怎么解释？他瘫在那儿了呀，我得看他能不能救啊！邹亮到底是怎么死的？这个我们会查，你先把自己的问题交代清楚。我没有杀邹亮，我没有杀人，我没有。充电宝有吗？我充过电。有的。之前没见过你，你所里新招来的吗？怎么称呼？我叫肖珍。
您是怎么知道？欢迎欢迎。哦，是所里让你来接我的吗？不是，我刚入职没有多久，因为我接手了少廷，你真出来了？是取保候审还是？我是清白的，解除强制措施，是不是很失望啊？嘿，我还真不是一般的失望，我还打算能给您做辩护律师呢。你的价钱我付不起，能力我不认可，为人我信不过，免了吧。你这张嘴呀，哎，我今天真在向阳路这边办事儿来着，本来就是打算去看守所接你。接我？就我现在这寒碜样，你是想来刷优越感的吧？在法大宿舍那会儿，你多寒碜的样我没见过呀。这会儿有急事吗？中午一块吃个饭。我刚出来不到5分钟，我任何一件事都比跟你吃饭重要。乔少廷出来了。应该是被排除嫌疑了。我就相信少廷他肯定没杀人，他能这会儿出来是好事儿。恐怕邝主任不这么想。我到咱们所工作后，您的案子都由我来接手，包括今天要开庭的明月阁酒楼损赔案、一间公司建筑工程纠纷案，还有输购集团的商事仲裁。我被羁押当天，那个要开庭的贸易出口银行贷款纠纷，那个案子后来怎么样了？法院好像按照原告没到庭，自动撤诉处理了。不过事务所应该做了一些弥补工作。王博和雷小坤的案子，一审判了死刑，2个人还都没上诉。看守所里头消息没那么闭塞。你刚才说不是所里的人派你来接我的？张主任跟我说您今天出来，我就主动申请来接您了。谢了。你这么急找我，有什么事儿啊？明月阁那案子。您一直是我仰慕的前辈。很多人和我说，要是能和您学习的话，是能够成为好律师的。你看看这个能成为好律师导师的律师，刚从什么地方出来呀？跟你说这样的话的人，你确定他不是在嘲讽我啊？他进去这件事不见得和主任有关系，就算有，他在里头待了这些天，主任出了气，他也得到了教训，应该是皆大欢喜才对。那既然都了结了，薛律师还在担心什么？我担心这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。有水吗？哦，有。麻烦你师傅，在不超速的情况下，把车速开到最快，谢了。